两个老头突然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只见空中的云朵莫名的开始了燃烧，而紧接着一艘外星飞船竟从中出现。这是人类第一次接触地外文明，巨大的飞船很快遮蔽了整座城市。人类见到此奇观，纷纷驻足观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好奇心很快转变为惊吓。外星飞船的出现打破了社会的平静，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状态，大街上车祸频发，无数人目睹着铺天盖地的飞船而感到惊恐不安。同时，这种飞船不只有一艘，它竟在世界各地同时大量出现。美国总统看着其中一艘飞船，更是来到了白宫上方。随后，总统召开了紧急新闻发布会，在安抚好群众后，总统派出4架飞机来到外星飞船前，试图与外星人建立交流。此时，所有高层都在幕后注视着飞机的行动。就在这时，外星飞船缓缓打开了一条裂缝，紧接着一道耀眼的光芒从裂缝中射出。起初，侦察兵还以为这是外星人表示友好的信号，结果下一秒，外星人的回应彻底粉碎了美方对外星人的美好幻想。见势不妙的政府高层们于是急忙乘坐飞机撤离了白宫。然而普通民众却仍然蒙在鼓里，许多极端分子更是疯狂地聚集在楼顶，希望外星人能够将他们带离地球。但他们并不知道，迎接他们的将是外星人的毁灭攻击。只见外星飞船底部突然缓缓打开，露出了它神秘的内部机械装置。底下不明真相的群众瞬间被吸引，傻傻地停留在原地。然而下一秒，一股可怕的能量在飞船底部迅速汇聚，紧接着一道亮光射出，整栋大厦竟在瞬间被炸成了灰烬。巨大的爆炸掀翻了所有的车辆，汽车如雨点般从天而降。吃瓜群众们这才开始疯狂逃窜，但已经为时已晚。整个城市此刻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方圆数百里几乎没有人幸存。与此同时，各大城市上空的外星飞船也同时发起了袭击，连美国的白宫都未能幸免。好在总统和其他政府高层早已撤离。第二天，愤怒的总统立即下令让军队反击，一支由小帅带领的战斗机群随即出击。在靠近外星飞船后，战斗机群立马向外星飞船发射了大量导弹，可最终的结果却让人失望。他们的攻击竟被外星飞船的防护罩轻易抵挡。眼见即将撞上防护罩，小帅连忙带领机群向上攀升，结果一辆战斗机没来得及操作，当场撞上防护罩，机毁人亡。可紧接着，外星飞船中竟也冲出来了大量外星战机，原本准备撤离的战斗机群瞬间陷入了危机。一场空中大战就此展开。然而美军刚想反击，但很快就发现外星战机居然同样拥有防护罩，他们的攻击根本毫无效果。战斗随即变成了外星人对美军的单方面屠杀。眼看着自己的战斗机即将全部损失，总统急忙下令撤退，但可惜已经为时已晚。仅仅片刻，整个战斗机群几乎全部被击落，只剩下小帅一人仍在苦苦支撑。与此同时，外星战机利用战斗机群上的信号找到了美方的空军基地。面对外星战机的袭击，空军基地很快彻底沦陷。还好另一边的小帅将一架外星战机引至了峡谷地带，并利用这里复杂的地形，这艘外星战机总算中招坠落在了沙漠中。而小帅在坠机前成功打开跳伞获救，但今天无数战友离他而去，这让小帅一时间无比愤怒。失去理智的他也不管这么多，直接打开了外星飞船。看见里面想出来的外星生物，小帅二话不说就给他来了一拳。随后他带着外星人用降落伞艰难地前往基地，幸好在半路上他遇到了正在前往郊区避难的队伍，他这才搭上便车回到了秘密基地。而这里也正是美方研究外星人的唯一基地，名叫51区。这时总统和其他高层也已经来到了这里。然而当他们看到基地内的各种物件时，就连总统也不禁产生好奇心。原来就在40年前，他们就已经捕获了一艘外星飞船，但尽管研究了40年，博士们仍无法弄清楚外星飞船的原理。然而在众人束手无策之际，小帅归来并带来了无比新鲜的外星尸体。兴奋的博士立即开展解剖工作，希望就此能发现外星人的更多秘密。然而下一秒，幸好只是虚惊一场。随着博士继续解剖，众人终于看到了外星人的真面目。可就在这时，外星人的手竟缓缓地动了起来。然而科学家们却完全没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紧接着，外星人突然睁开眼睛看向了博士。博士转头一看，下一秒便感到了一股无形的能量在刺激着他的脑袋。接着，外星人也缓缓地站了起来，然后立即朝着实验室里的人们发起了攻击。当军方高层赶到时，发现整个实验室都被浓厚的烟雾所笼罩。总统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查看。有军官想将博士救出，但被将军拦住了。直到他们看到缠绕在博士脖子上的触手时，这才意识到博士已经被外星人控制住了。随着浓烟缓缓消散，此时外星人终于显出了他的身影。总统见状，于是趁机试探起了外星人。
What is it you want us to do? 话刚说完，怎料外星人就对总统发起了精神攻击，总统顿时抱头痛苦不已。将军立即发现问题，下一秒所有人对准外星人火力全开。而总统经历了这次和外星人的精神对撞后，总统竟感受到了外星人来地球的真正目的。军官拔出手枪，对着还没有完全死去的外星人开了几枪，直到外星人彻底死去。总统最终决定使用核武器来对付他们。接着，一架载有核武器的 B-2轰炸机启程前往外星飞船。随着一声令下，一枚核弹朝着外星飞船发射。倒计时结束时，核弹准确地击中了目标。正当大家为此欢呼的时候，却收到了一个让他们绝望的消息：外星飞船毫发无损。面对威胁着全人类的外星入侵，人类难道这次注定要灭绝了吗？这一刻，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科学家大卫也因此喝得烂醉，他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愤怒。然而父亲安慰的话语让他突然清醒过来。大卫立即想到用病毒对抗外星飞船的方法，于是急忙叫醒了正在睡觉的科学家，并召集了所有人。将一罐可乐放在飞船内后，他让一个军官对这瓶可乐进行射击实验。第一次尝试时，子弹打在防护罩上反弹了出来，这吓坏了所有人。但紧接着大卫给飞船注入了病毒，让军官进行了第二次射击，结果这次子弹成功打中了可乐罐，外星飞船的防护罩已经消失不见。没想到大卫成功了，此刻大卫便说出了一个打败外星人的办法，他要利用这种病毒通过信号传输给外星母舰，从而破坏现在散布在全球各地的外星飞船防护罩。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发起反击。但是外星人的母舰却在外太空，他们必须选择2名战士，乘坐这艘实验室里的外星飞碟前往外太空，并秘密潜入母舰将病毒植入。不过即使成功了，他们也可能只会让外星人的防护罩短暂失效，但这也是人类反击的唯一机会。为了防止出错，大卫和小帅愿意冒险前行。很快2人便驾驶外星飞碟朝着母舰飞去，2人马上便来到了外太空，眺望着宇宙的壮丽景象。在即将靠近母舰时，飞碟突然进入了自动驾驶模式，这让小帅有些吃惊。但幸运的是，他们顺利进入了母舰内部。然而母舰内竟聚集着数以百万计的外星大军，仿佛在等待着对地球发起总攻。此时小帅开始担心自己会被外星人发现，于是大卫迅速关上了飞碟的遮光窗，成功的蒙混过去。随后飞碟顺利的对接母舰，开始补充能量。大卫趁机成功连接母舰，并开始上传病毒。与此同时，人类集结的战斗机编队已经抵达了预定位置。在成功植入病毒后，地球指挥部随即下令，让战斗机群对外星飞船发起试探性攻击。可就在导弹即将击中飞船时，却发现飞船周围依然存在防护罩。大卫的计划似乎失败了，战斗机群无奈只好撤退。但是此时不甘心的总统又下令发射了枚导弹，怎料这次导弹竟然成功击中外星飞船。指挥室的众人顿时欢呼雀跃，人类战机编队再次集结，开始全面地向外星飞船发起进攻。此时无数外星飞碟汹涌而出，双方在空中再次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但这次没有了防护罩，人类与外星人的实力相当。然而与此同时，外星飞船竟移动到了指挥部的上方，并启动了终极武器。飞行员发射导弹想要阻止，然而没有成功击中要害。眼看着激光炮即将发射，但众人却已经用尽了弹药，没办法阻拦。这时一位老兵在危急时刻，老兵毅然决然地摘下氧气面罩，独自驾驶战斗机冲向能量口。就在激光炮发射的前1秒，老兵舍身直接撞上炮口。Hello, boys! I'm back! 怎料下一秒，外星飞船从里到外被炸得通透。原来飞船的菊花才是他真正的弱点。接着指挥部迅速将这个消息传递给各国盟友，马上世界各国纷纷效仿这个方法，成功摧毁了外星飞船。而另一边，小帅和大卫完成任务刚想离开，却发现飞碟被固定住了，无法启动。对面的外星人也察觉到异常，将控制权转移到了母舰，并手动打开了飞碟窗口。这一切让2人感到绝望，既然死定了，2人决定和对面指挥舱里的外星人做个告别。随后2人直接发射了飞碟上的核弹，打算同归于尽。然而意外发生了，控制中心被破坏，飞碟的控制权被解除。现在距离核弹爆炸还有30秒。小帅驾驶飞碟迅速选择了逃离，但身后紧紧跟着3架外星飞碟。小帅运用高超的飞行技术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最终在舱门关闭前的0.66秒成功逃离。外星人只能无奈地目送核弹倒计时结束。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母舰破碎成无数碎片，人类终于取得了胜利。大卫和小帅不仅作为拯救地球的英雄凯旋归来，还和他们的妻子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
故事的最后，他们看着外星飞船爆炸产生的浓烟和大气层中外星母舰残骸划过的流星，它们如烟花一般，仿佛在庆祝着地球的独立日。